各位同學早安，來，請坐，請坐。我們今天這一堂課啊，有點特別，叫做地緣政治腦筋急轉彎。在上課之前啊，老師先問個問題：最近有沒有同學出國玩啊？舉手我看一下。哦，有一些哦。好，那你們一定遇過這個世紀大難題，對不對？就是要怎麼跟外國人解釋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好，這個問題的難度有多高呢？我跟你們說，大概有。沒錯，就是這麼高。我真的只能說，想出這個比喻的人，你一定有故事，真的是個人才，太精闢了。說真的，這真的不是我們英文不好哎。問題是，台灣在國際上用的名字，根本就是一場大型的大家來找茬。你看嘛，你跟他說你來自台灣，結果護照一拿出來，上面寫的是 Republic of China， 然後一轉頭看個奧運轉播，我們又變成什麼？ Chinese Taipei， 到最後，那個外國人只會用一種混合了困惑、恐懼，還有那麼一點點欽佩的眼神看着你，然後問出這句話。哦，對了，如果他剛好是個歷史宅，可能還會突然考古補一句：我聽說你還有個藝名叫 Formosa， 你看是不是有夠亂，比8點檔還複雜？好了，我知道這很亂。為了讓大家更好懂，我們來用一個校園情境來比喻一下。這其實就是一場嚴重的品牌危機，就好像我們每個人在學校裡都有的多重人格一樣。這張圖是不是完美解釋了我們的處境？你想想看哦，在阿嬤面前，你的名字叫乖孫，唯一的任務就是吃飽；但在教官面前呢，你瞬間變成學號11205，任務通常是去外面罰站。結果一上線打 game， 你又化身為煞氣 A 毀滅之王，專門負責被隊友罵。你看，不同的場景就有不同的名字跟身份，對吧？所以啦，這就帶到我們的奧運名稱中華台北。這基本上就是我們在國際體育競賽這個特定情境下必須使用的名字。不過這個名字就連國外的脫口秀大神 John Oliver 都忍不住吐槽。他說：“Chinese Taipei 這名字聽起來完全沒有一個國家隊的氣勢，反而超級像一間開在內湖科學園區的中型外包物流公司。”真的，你想象一下那個畫面哦，如果我們運動員進場的時候，司儀喊的口號變成這樣，是不是？好像完全沒有違和感呢。你看看整個氣勢，瞬間就從我們是來拼金牌的，變成拜託給我們5星好評，這根本完美呈現了我們有多尷尬啊！好啦，那問題來了，到底要怎麼跟外國朋友解釋這種尷尬到爆的狀況呢？別擔心，老師這邊教你們一個神比喻，保證他們一聽就懂。你就直接跟他說，我們去參加奧運哦，那個感覺就像去參加前任的婚禮。你聽我分析哦，第一，你人到了現場，這個叫台灣。第二，你不能用你的本名出席，這就是中華民國 ROC。所以呢，第三，主辦單位就發給你一套超怪的制服，上面寫着中華台北，叫你穿上。最後最虐的是第4點，當司儀介紹你的時候，放的背景音樂還不是你的代表作，而是一首旋律很像的翻唱歌曲，也就是我們的國旗歌。你說這是不是有夠虐心？你們自己說說看哦，被這樣搞了一輪，這哪裡還算是體育競技啊？這根本就是地緣政治版的蒙面歌王嘛！每個人都戴着面具上場比賽，誰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誰。而且最讓人理智斷線的是什麼？是當你費盡唇舌解釋完這一整套複雜到不行的歷史糾葛之後，對方通常會露出一個恍然大悟的表情，然後說：“哦，我懂了 ，Thailand。”這個時候，你只能用盡丹田所有的力氣，從靈魂深處怒吼 ：“No, not Thailand！” 我敢說，這句話絕對是全體台灣人在海外講的最標準、最大聲也最團結的一句英文了。好了，開了這麼多玩笑，我們還是要來點正經的。講了半天，重點到底是什麼？其實很簡單啦。雖然我們的名字很混亂，但到頭來實力永遠比名字更重要。這就好像我們的國飲珍珠奶茶，它的名字也很多很混亂吶，對不對？不管你叫它 Bubble Tea、Boba Tea 還是 Pearl Milk Tea， 有差嗎？沒差，全世界都知道它來自台灣。而且好喝到不行，所以
真正的關鍵是什麼？是你這個人本身的內容物。不管你考卷上的名字寫得多潦草，或是在網絡上的 ID 取得多中二，大家最終看的還是你的實力、你的文化、你這個人本身。當然了，這邊老師還是要補一句，如果你的內容物是0分，那你最好還是祈禱老師真的看不懂你的名字吧，好嗎？好了，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邊。今天的值日生，下課記得把黑板擦乾淨，然後不要在上面偷畫什麼中華台北物流公司的 logo啊！下課。